对小盆景的培养造型是剪还是攀杂，要依据不同的树型加以区别。像榆树、对节白蜡、雀梅等生长较快的树种，主要靠剪；松柏、黄杨等生长比较慢的树，以攀杂为主。今天主要讲小盆景剪的方法。这一盆是从扦插开始，培育了4年的蹄根雀梅，枝干的过渡也比较清晰，但是缺乏修剪，尤其是根与干的比例不怎么协调。对它修剪前，先把去头之后的根再做一次调整。接下来的重点是修剪枝干，浓缩造型的空间，使整个盆景显得更加紧凑。剪成主干开始，把主干的基本走势剪出来，这2个上下枝留一个做主干的延伸，把下行枝剪掉。这个枝过渡比较好，可以考虑做主干的延伸。这个枝做顶，把它往下压一点。好了，定好位，这样看上去整个盆景的临水状态就明显了，整个树势也多了几分生动。接下来的修剪，把主干的过渡和顶枝进行浓缩。在修剪时，先不要急于一次剪到位，这一点对抽完盆景的朋友很重要。先剪一个基本的轮廓，让枝的走向基本展现出来，再依次对它进行精简。像这种需要增粗的枝，稍微留长一点。在修剪中，精简的原则是去繁从简，去直留弯，枝的整体流向一致。像这种留角枝必须把它剪掉。上部成型再好也不要留。小盆景就是这2个枝，一旦比例失调，整个盆景看上去就不自然了。这个枝是需要做主干过渡的，从这里把它剪掉。对这个枝改变方向前要来回运动一下。像雀梅这种比较脆的枝，把它的木质部分变得比较松软，再把它吊拿到位。吊拿是手对枝的作用力，在吊拿的过程中要凭个人的感觉，拿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，你不能强拿，尤其是不能用铝丝进行强拿，拿的强度过大容易使皮爆裂。爆皮之后，像这种枝条完全一合是很难达到的。对枝和干的修剪，除了以过渡为标准，还要考虑到枝的生长强弱。像这种强势枝要把它剪掉。现在整个轮廓都显现出来了，这个枝做主干延伸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。枝修剪之后，是不是感觉整个盆景变得更加紧凑了？干的延伸就多了一级过渡，枝干变化的韵律感更强，整个干的走势看上去自然流畅。尤其是根与枝干间的比例显得更加协调。小盆景强调一枝一叶的表现力，这种表现力主要是在过渡中形成。好了，关于临水小盆景的修剪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下期我们接着讲小盆景修剪过程中如何保持它的生长平衡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